天成律师事务所。这个时间律师事务所里的人，员工大部分都已经下班了。不过刚好有几名律师刚刚为一件案子开完会，几人正准备离开，肖长坤便走了进来。他看向几个背着包准备下班的律师，开口问道：请问你们还接案子吗？为首一名律师笑道：接倒是接的，不过今天有些太晚了，要不你明天上午过来吧。肖长坤急不可耐地说道：我这件事情10万火急，还请你们帮个忙。先听我说一说，看看这件事有没有可行度。我这件事情标的有30万，如果你们能帮我把这钱要回来，我愿意给你们20%。30万的标的不算多也不算少，如果案子比较小又比较轻松的话，20%的风险代理就有6万块钱的收益。那律师想了想，便道：行，你先把情况跟我们大概说一说吧，我们评估一下这件事情的可行性。如果可行性高的话，咱们就先聊一下；如果可行性低的话，那就改天再说吧。肖长坤赶紧说道：好嘞好嘞，事情是这么个事儿，我呢今天给慈善基金会捐了30万，一不小心手抖了。我本来是想捐3万的，所以我想找他们把那27万要回来。说着，他赶紧又补充一句道：当然了，如果你们有本事能帮我把30万都要回来，那就更好了。那律师听完哑然失笑道：你想把30万全要回来？这么看来你就不是手抖捐错了，是捐款捐后悔了吧？可不咋的。肖长坤也不做任何掩饰，直截了当地说道：我就是后悔了，这年头我挣钱也不容易，一口气捐这么多，确实有点冲动。律师微微笑道：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这种案子我们没法接。为啥？肖长坤下意识地问道：你们是觉得胜算太低了，还是我给你们20%太少了？律师笑道：怎么说呢，这个胜算不能说高，但也不能说没有。至于20%的风险代理，其实也不算低了。肖长坤疑惑地问他：那你为什么说没法接？这不是矛盾吗？律师解释道：我们也不是什么案子都接的，有些案子我们注重的是收益，有些案子我们注重的是声誉。要是上亿标的案子再难，我们也会想办法去攻克它。但如果是一个渣男包养小三多年，玩弄了小三的身体和感情之后，又把小三甩了，并向法院起诉要把花在小三身上的钱全部要回来，虽然这种案子胜率挺高，但是我们一般也不接，因为会挨骂。说着，他看向肖长坤，又道：像您这种捐了款之后立马后悔，打官司要把钱要回来的，我们也确实不想接。这种案子社会关注点一般都比较高，一旦开打，很有可能会被媒体报道，到那个时候你在公众面前抬不起头来，我们在公众面前也直不起腰杆，咱们一起在法庭上像一对儿灰孙子似的。说实话，就为了6万块钱，我们也不愿意丢这份脸。肖长坤惊了，脱口道：咋的？媒体会关注这种事情吗？那不然呢？律师反问他：这种事情的关注度一直不都挺高的吗？如果有人彩票中了大奖，那肯定会跟踪报道他到底现场捐了多少钱。如果某地发生了自然灾害，民众们也会关注那些公共人物是否捐款以及捐了多少。说实话，向慈善机构捐款又后悔，并且要打官司追回的这种事情，一年到头也碰不上一件，对媒体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值得报道的新闻。而且法院所有的判例是要公开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裁判文书，就是想隐瞒也隐瞒不住。所以你如果要打这场官司，那你就得做好这个准备。肖长坤内心深处顿时陷入深深的绝望，他只想把这钱要回来，但是没想过这种事情有可能会被公众所知晓。裴会长刚刚才在电话里说，会顶住这次丑闻的压力，尽力为自己保一个副会长的位子。要是自己紧接着再爆出捐款反悔、打官司追回的事情，那估计裴会长也救不了自己了。斟酌半天，肖长坤悲哀地意识到，自己这30万可能就真的很难要回来了。一想到这里，
他整个人情绪瞬间失控，哭着说道：“我这到底是造的什么孽呀？到底是造的什么孽啊？折腾了这么久，搭进去10万块不说，金陵、迪拜、金陵，我飞了1个来回，钱也都全部打了水漂。最惨的是我本来2把手的位置，现在也保不住了。天底下谁还比我惨啊？”那律师见肖长坤情绪崩溃，赶紧上前安抚道：“你也别太激动，这件事情如果你真想打官司，其实也不算难，只要你能证明你捐的那30万来历清清白白，不存在违法犯罪和偷税漏税的行为，然后向法庭阐述你确确实实冲动捐赠，法院说不定也会支持你的诉求。”肖长坤更是崩溃，哭着问他：“啊，还要我证明那30万的来历？”律师笑道：“当然了，这才是重中之重啊。咱就打个比方说，万一你要是通过电信诈骗骗了这30万，然后想通过慈善机构捐款再起诉追回，那你这不等于拿慈善机构洗钱了吗？”肖长坤彻底绝望，哭着说道：“欺负人啊，欺负人啊，老天爷也在欺负人啊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转过身，抹着泪走了出去。如果真的像律师所说，自己还要证明这30万来的清清白白，那自己在这一层面上就已经输了，这还打个屁的官司？此刻的他心里也彻底放弃了追回这30万的念头。眼下他心灰意冷，只想着尽快逃离这个城市。毕竟自己偷偷摸摸的回来，有家也不能回。他蹲在路边，一边哭一边打开订票软件，看到去迪拜的机票要等明天上午，而自己只舍得订一张经济舱，心里更是痛苦不堪。他买好机票，想到8个小时如坐针毡的飞行，心态已经快要爆炸。再一想到韩美琴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贺远江那么优秀，自己如今却狼狈至此，他的内心更是崩溃无比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泄愤。他回想整件事，完全就是自己自作孽，心里更是悔不当初。若是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自己绝不再动这样的歪脑筋。此时，一辆酒店的迎宾商务车从肖长坤身旁驶过，正准备去赴宴的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独自一人坐在后排，隔着车窗看着路边蹲在地上抱头痛哭的肖长坤，不由在心底感叹，这应该就是网上说的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吧。